地铁逃生游戏将在10分钟后开启，播报期间请勿喧哗，否则按违规处理。地铁刚开始启动，耳边就响起一道突兀的萝莉音：“什么乱七八糟的地铁广告，吵死人了！”他话音刚落，砰的一声，脑袋炸成了烟花，断裂的脖颈处钻出一朵血色的花，花越长越大，最终绽开成一朵美丽的鲜花。男人的身体全部化作了花朵的养分。人群安静了几秒，随即爆发出阵阵惊叫。这些人都相继爆开，一朵朵红花抽走血肉。等我反应过来，车厢里已经只剩下几个活人，大家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保持着姿势，完全不敢动弹。违规玩家已处罚完毕，共计132人，剩余玩家42人。检测剩余玩家人数较少，将集中合并入3个车厢，每车厢14人。我心里一惊，短短几分钟，竟然死了100多人。这个播报音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恐怖整蛊节目，还是真的恐怖袭击事件？车厢的灯光突然一黑，等恢复过来，满地的尸体已经不见了。车厢内干干净净，好像之前的只是幻觉。车厢里多出了几个人，原本幸存的人数是5个，现在有14个，应该是机械音说的合并吧。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疑问，但谁也不敢说话。一阵滋滋声从屏幕传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一个巨大的玩偶站在了屏幕前，看着极为诡异。硕大的嘴大张着，露出2排森森的大板牙。所有人都被惊到了，一个女生下意识就要叫出声，旁边的大叔眼疾手快捂住她的嘴。女生反应过来，一阵后怕，感激地朝大叔看了一眼。玩偶似乎有些失望，他滴溜溜左右看了看众人，在大牙缝里抠了抠，随手丢到了地上，是一团绿色的布料，混着一些血肉。我眼尖地看到上面残余的一些图案，似乎是一个脑袋爆炸的男乘客的衣服。难道那些死掉的乘客都将变成玩偶的食物？各位玩家请注意，第一场游戏的名称：村民和怪物。太阳落山后，怪物就会出来了，可贪玩的村民们没能及时回家，只有摆脱怪物可以回家的玩家才能幸存哦。提示只有一个，保持安静。成为玩家的乘客们的脸色都变得煞白，怪物玩偶似乎很满意大家的反应。第一场游戏沉默的村民正式开始，请各位村民发动智慧，努力从怪物的手中逃出哦。成功存活到最后会有奖励，祝大家一切顺利哦，呵呵。玩偶的话音刚落，我眼前一花，周遭变成了成片的田野。原本坐着的玩家们跟我一样，此刻都是站立的。远方，夕阳只剩下一丝残光，不远处似乎有一个小村子。我低头看看，背包手机也还在，手机没有信号。真的会有怪物吗？怎么办呢？我想回家。一个游戏而已，慌什么？那玩偶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保持安静就行了，肯定不会有事。如果真的只是保持安静这么简单，那在游戏开始前我们已经经历过一轮，根本没必要再特意设置一场游戏，一定有陷阱。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节奏规律的声音，我尽量忽略他们发出的噪音，侧耳聆听着。按说明怪物马上就要出现了，我们先去村里找个房子藏起来。西装男手一挥，转身就朝最近的房子走去。只是走了没2步，咚的一声，他身子一顿，像撞到了墙，但他面前空无一物，根本没有任何阻挡。西装男不可置信地揉了揉脑袋，颤抖着伸手往前摸，他摸到了那堵不存在的墙。有什么东西？太阳已经彻底落山了，四周一片黑暗，显得极为幽森可怖。远处突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应该就是玩偶口中的怪物。众人都是脸色一白，拼了命的想要逃离这里，却总能碰上无形的墙，不断发出磕碰声。都别动了，地铁门都没开，你们怎么出去？什么意思？我们其实还在地铁里，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。这位聪明的小姐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没多说，摸索下后直接一屁股坐下，把包放在了身边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此刻无论是我还是背包都是悬空的。如果你们安静点，就能听见地铁运行的声音。这是游戏里第一个陷阱，如果怪物来了之后，
玩家们惊慌的逃跑，就会撞到地铁门或者座椅，出生的后果就是被怪物撕碎。既然早就发现了，为什么才说？我看你是想害死大家吧？真他妈！西装男突然死死闭住嘴，惊恐地看着前方。一个黑影骤然出现在我身后不远处，看方位应是站在车厢连接处。我终于看清了怪物的真容，是一个高大的僵尸，青面獠牙，像英叔电影中那般穿着像模像样的官服，一跳一跳的，一股刺鼻的气味从他身上不断涌出来，令人作呕。所有玩家都在强忍着呕吐的生理反应。一个中年女人控制不住干呕了一声。几乎是同时，怪物已经来到了她身边，血肉被碾碎，骨头被嚼断，声在这安静的田野里格外清晰。所有人吓得都要站不住了，只能死死硬撑。空气中突然传来一股尿骚味，是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。在这场饕餮盛宴面前，大部分人脆弱的神经都在崩溃边缘。享用完的怪物舔舔舌头，头若有若无地朝向了脏辫男。脏辫男适应得很快，虽然身体还有点紧绷，但面色已经恢复如常。面对庞然大物，他眼中甚至还勾起一丝得意。哈哈，只要不发出声音，果然这傻大个就不会发现我。但让所有玩家们始料未及的是，怪物的头慢慢伸向脏辫男，然后猛地咬了过去，惨叫声只响起一下，就是一片让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。我内心顿时一惊。他明明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慌乱逃跑，制造出脚步声，更没有撞到任何东西。那个中年大叔猛地捂住了口鼻，我顿时反应过来，啊，是呼吸。对呀，这才是僵尸真正致命的地方。我真白看了英叔那么多的僵尸片。我伸手捂住口鼻，屏住了呼吸。其他玩家见状也纷纷反应过来，会意屏住了呼吸。怪物似乎失去了目标，头转来转去搜寻目标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我的肺憋得快要爆炸，最多还能坚持10秒钟。我余光瞥到身旁的女高中生，啊，手机！我壮着胆子轻轻拿出手机，点开一首本地歌曲，按下播放键后，将它丢向车厢没有人的地方。手机落地的瞬间，音乐声骤然响起，怪物急速扭头飞奔而去。成功了！我抓紧时间换了2口气。接下来不断有人如法炮制，有个玩家太过紧张，手机还没丢出去，音乐声就响起了，毫不意外的成了怪物口中餐。只有摆脱怪物可以回家的玩家才能幸存。这其实有2个任务，第一个是从怪物口中幸存下来，第2个任务是回家。但家要怎么回？从环境看，玩家应该进到村子里的民居，但是眼前一切都是幻觉，玩家无法走出地铁车厢，自然不可能进入到房子里。等等，可以回家，那意味着不需要回家，而是达成可以回家的条件。回家需要的东西是钥匙。我也不确定思路对不对，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我四处摸索起来，其他玩家纷纷投来探寻的目光。我做了一个钥匙开门的动作，他们似乎懂了，也开始摸索起来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又要仔细搜寻，又不能制造响动，每个人都找得满头大汗。不应该是全靠这样碰运气的摸索，一定有线索被我遗忘了。因为有些缺氧，我感觉有点头晕脑胀，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地回忆所有细节。这期间，怪物又吃掉了好几个人，虽然残忍，但是也给我赢得了一些喘口气的机会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摸索着四周，确定自己身处的车厢方位。怪物进食完毕，又开始新一轮的搜寻，身旁的女高中生已经快到极限了。绝望在一片沉默中蔓延。尿了裤子的秃顶男滑坐在椅子上，怔怔地看着怪物，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。怪物听着他的呼吸声靠过去，慢慢张开血盆大口。灯光一闪，幻觉和怪物还有尸体都消失了，真正的地铁车厢又出现在面前。当当，恭喜村民和小天成功通关本游戏关卡。本场游戏存活村民7人，死亡村民7人。通关评级 B 级，10分钟后将开启第2场游戏。是地铁上的应急开关，我能想到的跟门唯一相关的只有这个了。不过在现实中按下应急开关会让地铁紧急制动，现在却并没有这个效果。地铁还是像没有尽头般的超前平稳行驶着，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
有感激也有忌惮。你叫何小天是吧？刚才做的不错，不然还得死几个，呵呵。我感受到他话里的一丝妒意，我也只是自保而已，没有特地要帮谁，不用在意。不过你看上去普普通通，却总有办法，感觉不简单啊。该不会提前知道了些什么吧？还是你其实跟他们一伙的？我感受到他话里的恶意，却只觉得可怜。明明大家可能下一秒连命都保不住，他却在这里爱装好面子，享受关注，试图扮演聪明的领导者。我只是有用到脑子。第二场游戏开始，游戏名称：怪物的复仇。没能吃掉所有村民的怪物恼羞成怒，他趁村民们不注意，悄悄附身在村民身上，打算借此将村民们一网打尽。每位玩家将获得一把匕首，30分钟内杀死怪物村民可成功通关。杀死了无辜村民的人视为单人游戏失败。祝大家一切顺。等等，玩偶平和的面容突然变得狰狞，眼中红光越来越盛，带着嗜血的兴奋。游戏通道时喧哗，会按违规处理，这位玩家忘了吗？玩偶话音刚落，我的脖子上就出现一根红线，伴随着火辣辣的痛，红线似乎还在收紧，似乎马上就要切开我的脖颈。